今天的影片为大家揭露南京东路步行街和外滩游客容易踩坑的科技狠活，还有南京东路步行街附近真正现穿好吃在地的羊肉串。有两家新疆的，一家甘肃的真羊肉串，并对比哪家最顶，只分析客观因素。最近，中国政府开放了欧洲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免签中国。我看到大量外国人来上海旅游的视频，一些外国人在外滩美食街吃小吃的体验。说实话，真的挺丢脸的。外国媒体大量抹黑中国的报道基本都是假的，但在国内小吃街这一块，科技狠活确实挺多。我看到很多外国人来上海步行街吃美食的视频，一部分真的能看出来对肉类是有小担心的，不确定是什么肉。一部分原因肯定是有国外媒体报道中国什么动物都吃，还有一部分是国外媒体在说中国人都吃假肉。中国很大，什么人都有，什么商家都有，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经济利益很大，促使有一部分无良商家把餐饮做成了流水线模式。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做餐饮成本很高，消费者不愿意涨价，商家只能这样做。来到外滩了，每一次对这个风景都很震撼。看视频是无法体会到实地看的那种震撼感，视频看就很一般。我看 YouTube 上老外看到外滩都震撼得很夸张。如果你来到实地，你就知道他们不是无脑吹了。我去过日本和欧洲很多国家，有些美食让我震撼，城市景观倒是没有。我们现在往回走，去外滩美食街逛一下，不远，往前走，看左边就到了。这大肉串看着特别大，有烤肉自助餐大餐那感觉了。是什么肉我真的不太好说，我也不太知道，我不敢说得太明白。如果是外国来的朋友，我不太建议你们吃，这些代表不了中国的烤肉。鱿鱼串也是各个城市美食街的老套路了。里脊肉、羊肉串、牛肉串、鱿鱼串，抖音或者你们去 TikTok 都有说明怎么做的。炸串、冷锅串串、淀粉肠，这些都是美食街的老套路。你们会发现这些店的原材料样子都差不多，都是相似的地方生产的。我都逛到地下1层了，2层楼卖的东西都差不多。臭豆腐也是老套路了，但这个是什么肠我都不知道。这个肉串是熟的吗？所有商家卖的东西全是一样的，有点恐怖。我看过一条抖音，说我下午去夜市摆摊，进的新鲜鱿鱼到晚上9点就臭掉了。不知道他们没放冰箱，那么热的天怎么不会坏呢？好了，我们还是走吧，拍这些我压力也很大。我本来想买一串测评一下的，万一不好吃还是不想说不好的了。希望外国游客和台湾游客尽量不要吃这些东西。上海还有真材实料的羊肉串等着你们。我们现在就沿着外滩反方向走，去真正的目的地吧。国内的朋友可以去抖音搜搜看，这些单品都有什么货。我当然不是指刚才我去看的那些有这些货，我也没尝过。我只是个人对这类单品比较失望，我也不会去尝试。我不想中国在国际上被当笑话，这个视频引导外国的朋友去正确的地方。我看最近大量外国人和台湾人来上海旅游的视频，能看出来一部分人很友好，吃什么都说好吃。
但也能看出来一部分人对肉类很担心，或者就不选择吃肉，都吃包子、面条之类的。我们中国的肉类其实很好吃，猪肉、鸡肉、羊肉、牛肉都有很多真材实料烤得不错的。现在我们就去就近吃上海羊肉还不错的地方，一家甘肃的，两家新疆的。甘肃那家是连续几年大众点评必吃榜，每天饭点都要排队。一家新疆是这附近最出名的，各大 YouTuber 都拍过，沿路吃烤串的。我们到了 Zara 这里，往左边看，走这个方向。对了，最后一家还没说。最后一家是我筛选大众点评仔细找的，是维吾尔族本地人最喜欢去的新疆餐厅。这3家店我基本都吃过不止一次，都有个了解。这3家店对我来说都有个好印象，不是连锁店，不是太商业化。而且这3个店基本都离得不远，今天一次3个一起测评对比。还有什么浦东清真寺羊肉串、南浦大桥阿力烧烤，那些我都吃过。或者以前周末早上常德路新疆集市，太多了说不完。我都有尝试过，才觉得自己有资格来做对比的。终于到第一家了，我们倒着走来测评。罐罐集店面非常大，这一排都是，它还有2个外卖窗口。很多老外 YouTuber 都喜欢这个店。价格涨了一点，之前羊肉串我记得比这个便宜，但是量增加了。我工作日下午3、4点来的，不是饭点，没什么人。羊肉是现穿的，而且都特别大块。他们家有点奇怪，告诉我是甘肃的，但菜单又有新疆菜。然后又说羊肉是宁夏的盐池滩羊。羊肉远看颜色还行，最低买2串，我吃过，他家什么水平我知道。前几年内地比较流行宁夏盐池的滩羊，就是打着没膻味的宣传语，膻味确实要淡一些。所以从这点就能看出，羊肉没膻味是站在鄙视链更高，因为稀缺性。有些朋友喜欢说，没膻味还叫羊吗？就是喜欢吃越骚越好的羊。我想说，骚的羊很容易买，随便进个菜市场就能买到，一点膻味都没有的，给你钱你也买不到。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纹理，纹理就很死，部位不好。膻味很淡很淡，如果完全吃不来膻味的，可能还是不能接受。能接受一点膻味的，可能会觉得完全没膻味。很多汁，但是没有羊肉香味，口感有点嫩，但不好。评分正常，普通的食材，普通的技术。这家买羊肉串的人比较多，不用排队，有点混乱。这家店好像是维吾尔族开的，价格看似便宜，其实量不大。红柳羊肉串有点贵，我吃过，不是很新鲜。现在我买了一串6块竹签和一串10块铁签的。最离谱的是，竹签是提前烤好的，只是热了下就给我了。
看了下大众点评，6块的好像是这个店的常规操作。膻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还可以挺香的，但是调料味太重了。吃了2口，部位不是很好，品质一般。现在上海10块以内羊肉串的常规操作了。铁签的吃着有点不新鲜，都不确定是不是新疆的羊。膻味是没有，但有一点羊味，说明不够新鲜，还有点黏。科技是没吃出来，真羊肉。但是这水平专门跑肯定不值得，随便一家楼下的都比这个好。专门跑肯定不值得。评分：普通的食材，普通的技术。再倒着走到今天最后一家。这个店我固定吃了很多年了，维吾尔族很多，但我不确定它是哈萨克族开的还是维吾尔族开的。刚开始来的原因是新疆本地人吃的餐馆更正宗。店里环境比较明亮，听说店铺是老板自己的，开了30多年。点了一个冰的格瓦斯，新疆特色饮料。很多汉族喝不习惯这个，不要轻易尝试，我觉得还挺好喝。味道有点像面包气泡饮料，挺爽的。平时我不怎么点这个便宜的羊肉串，用的部位也不好。今天却挺好，很香，没羊骚味。可能是跟之前的有对比，但我不建议大家点这个，直接点红柳羊肉串。便宜的这个羊部位普遍不好，容易踩雷，有运气成分。今天倒是吃的还挺香的。叫服务员给了我个盘子，今天羊肉吃太多了，肥油就不吃了，不然腻。这个羊肉的部位和纹理是不是跟之前不一样？放大看。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特别香。这个羊肉一点羊肉都吃不了的人都可以吃。汁水也丰富，这个是我在上海吃到最好吃的羊肉了。跟去新疆本地那种很难买的小山羊比，肯定有差距。跟我在德国吃过4.7分的土耳其餐厅的羊肉比也有差距，主要是汁水不够爆炸。但在上海能吃到这个水平的羊肉串还可以了。一串吃不够，我准备再追加3串。如果你有自信吃过更好吃的，可以把地址推荐我写评论区，我去尝尝看。后面都是纯想吃肉吃播了，不想看可以跳到最后。
评分：新鲜的食材，正宗的技术，2颗星。中国其实有很好品质的肉类，欢迎路过南京东路的国外朋友来尝试。